在今天的视讯中，我们将学习碳的通俗易构体的结构和特性。石墨，石墨是另一种巨型的共价结构。石墨与钻石有类似的特性。观察石墨的分子结构，它亦是由碳原子所组成的，但不同之处在于每一个碳原子只和另外3个相邻的碳原子结合，形成强大的 C-C 共价键。它的排列方式是由一层层的薄片叠加而成。这种排列不断重复，形成一个六角形的碳原子层。然而，相邻的碳原子层之间靠着微弱的吸力牵引住。各层之间的3个碳原子层以共价键连接在一起，但相邻的碳原子层之间只有微弱的范德华力牵引住。而这些微弱的吸引力使石墨晶体容易裂开。因此，当我们用铅笔书写时，只需对铅笔施加压力，石墨会从铅笔头剥落，然后石墨会粘附于白纸上。而石墨的另一用途可用作润滑剂，只要在机器的齿轮上涂上石墨，因此移动部件的金属在运行过程中就会减少损坏。另一方面，石墨具有较高熔点，因为需要打断石墨层内的强大共价键。在石墨结构中，由于每个碳原子只有3个电子，与其他碳原子形成3个共价键，所以仍有一个电子未形成共价键。这些电子可以在每层碳原子内自由流动，因此被称为离域电子或流动电子。实验说明，石墨是导电体。建立电路是将电线、石墨棒和灯泡串联一起。当接通电源后，电流通过石墨棒时，灯泡发光，因此证明石墨是可以导电。